章鱼，地球上最像外星生物的动物。有一种生物拥有3颗心脏、蓝色的血液，分布在8条手臂中的9个大脑。它能在不到1秒内改变自身的颜色、纹理，甚至形状。它的基因编辑能力让人类科学家都自叹不如。但最不可思议的是，它的基因里写着一行死亡代码，交配之后必须赴死。这就是章鱼，一个比任何科幻电影都更像外星生物的地球居民。它在这个星球上已经生活了超过3亿年，比恐龙还早。而我们对它的了解才刚刚开始。3颗心脏与蓝色血液，剪断一条人类的血管，流出红色的血。但如果剪断章鱼的血管，流出来的是蓝色，像液态蓝宝石。章鱼不只是血液颜色奇怪，它的整个循环系统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3颗独立的心脏在它体内同时跳动，2颗鳃心负责将血液泵送到鳃部吸收氧气，第3颗体心负责将含氧血液输送到全身器官。血液之所以是蓝色的，是因为章鱼使用的是酮基血蓝蛋白，而不是人类血液中的铁基血红蛋白。虽然酮基蛋白的整体血氧量只有血红蛋白的1/4，但在寒冷低氧的深海环境中，它反而比血红蛋白表现更稳定。但有一个致命缺陷，章鱼游泳的时候体心会停止跳动。这就是为什么章鱼宁愿爬行也不愿游泳。每次游泳，它的器官就会暂时缺氧。想象一下你每次跑步心脏就停跳的感觉。3颗心脏，蓝色血液，一个连有氧运动都扛不住的身体。大自然造章鱼的时候，像是在做一个永远不该离开实验室的原型机。9个大脑的分布是智能。如果你的手臂能独立思考呢？不是比喻，是真的能自己做决定、解决问题，在你忙其他事的时候自主行动。对章鱼来说，这不是科幻小说，这是日常。章鱼拥有大约5亿个神经元，光是数量就跟一条狗的大脑皮层相当。但奇怪的是，2/3的神经元不在大脑里，而是分布在8条手臂中。每条手臂都有自己的迷你大脑，能独立感知味道、触觉，甚至做出决策。科学家观察到，被切断的章鱼手臂在脱离身体后，还能继续抓取食物、躲避威胁、回应刺激，持续长达1个小时。手臂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切掉了。章鱼的中枢大脑更像是一个 CEO， 只负责下达总体指令，而每条手臂自己处理具体细节。这意味着章鱼可以同时用2条手臂开罐子，1条手臂探索缝隙，其余手臂伪装身体，全部同时进行。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动物拥有这种分布式智能。这就像8台独立的电脑组成一个网络，每台都能运行自己的程序。终极伪装大师，想象一下，你能在不到1/5秒内改变皮肤颜色、纹理和身体形状。不是靠科技，靠你自己的细胞。章鱼是动物界最强的变形大师，而且遥遥领先。它的皮肤下面有3层特殊细胞协同运作，最外层是色素细胞，由肌肉控制的微小色素囊，能通过扩张和收缩瞬间改变颜色。下面一层是虹彩细胞，反射光线产生金属光泽和蓝绿色彩。最深层是白色素细胞，散射白光来微调亮度。3套系统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活的、动态的显示屏，几乎能复制自然界任何图案。但章鱼不只是变色，它还能改变纹理。皮肤上叫做乳突的微小肌肉结构，能在瞬间将光滑皮肤变成粗糙的凹凸表面，模拟珊瑚、岩石或海藻。有些种类更加夸张，拟态章鱼被野外观察到能模仿多达15种不同的物种。狮子鱼、比目鱼、海蛇通过重塑整个身体来扮演。而最让科学家困惑的是，章鱼是色盲，它们看不见颜色，却完成了所有这些颜色变化。怎么做到的？没人确切知道。科学家已经证实，它们的皮肤细胞含有与眼睛相同的感光蛋白，能独立于眼睛感知光线。海洋中最伟大的视觉魔术师，自己却看不见自己的魔术。RNA 超级编辑器，
地球上每一种复杂动物都通过 DNA 突变进化，每一种都是，除了章鱼，他找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2017年，科学家们做出了一个震动进化生物学根基的发现。大多数动物很少编辑自己的 RNA 这个负责将 DNA 指令翻译成蛋白质的信使分子，但章鱼不一样，它们以一个惊人的频率编辑自己的 RNA， 超过 60% 的 RNA 转录本被重新编码，而人类大约只有 3%。 这意味着什么？章鱼可以实时微调自己的蛋白质，适应温度变化、压力变化和各种环境挑战，根本不需要等待 DNA 进化那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在冷水中，它们编辑 RNA 来生产在低温下运作更高效的蛋白质，但代价是惊人的。为了维持 RNA 编辑位点的稳定，周围的 DNA 序列必须高度保守，本质上被冻结在原地。章鱼牺牲了 DNA 快速进化的能力，换取了实时编辑蛋白质的能力。它选择了灵活性而不是进化，选择了适应力而不是变异。没有任何其他动物类群在这个规模上做出过这样的取舍。章鱼不只是走了一条不同的进化道路，它重写了适应本身的规则。基因锁交配后的死亡程序，它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它的身体正在从内部溶解，它的手臂开始自我撕裂，但它不会离开，它会守护这些卵殖到最后一口气，因为它的基因早已决定了那口气会在什么时候到来。这就是章鱼的基因锁写进动物 DNA 中最悲剧的程序。交配之后，章鱼眼睛后方一个叫做视线的小线体会触发一个不可逆转的连锁反应，在雌性章鱼体内，它会抑制进食的本能，并使消化腺失活。它完全停止进食，将剩余的每一卡路里都用来保护自己的卵。它用水流山冻卵群保持氧气供应，清除寄生虫，驱赶捕食者。几个月，有时候是几年，它活活将自己饿死。深海章鱼 Granulidum boreal pacifica 保持着记录，一位母亲被观察到守护了她的卵整4年半，期间没有吃过一口食物。等他的孩子们孵化时，他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个半透明的幽灵。等研究者下次回访时，他已经永远消失了。雄性章鱼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交配后，视线触发衰老程序，快速的程序化的老化。它们变得行为异常，停止捕猎，漫无目的地游荡进危险区域，身体开始在细胞层面瓦解。1977年，科学家切除了一只雌性章鱼的视线。它立刻恢复进食，停止护卵，寿命延长了好几个月，远超正常寿命。也就是说，死亡并非生理必然，而是一个基因开关。一段写进每只章鱼体内的代码繁殖，然后死亡。为什么进化会创造出如此聪明的生物，然后编程让它自毁？一种理论认为，这防止了体型更大的年长章鱼与自己的幼崽竞争，甚至吃掉它们。另一种理论认为，快速的营养循环有利于生态系统，但没有人确切知道。章鱼被赋予了无脊椎动物世界中最非凡的大脑，然后在它传递基因的那一刻，被迫交出一切。这就是基因锁，一个写进 DNA 的死亡判决。最聪明的无脊椎生物，却承受着整个生物界最残酷的命运。感谢观看。3颗心脏，9个大脑，1秒变色，重写进化规则，交配后自毁。章鱼几乎打破了我们对动物的所有认知。它们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3亿年，比恐龙还早。也许理解章鱼的方式不是把它当成动物，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智慧形式。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